渡边人越是放松管制，我们越不能放松。他不是要离间我们吗？那咱们就将计就计，暗地里推进越狱计划。不是，你说的具体点儿。渡边人不是想让咱们驯服吗？我们装得非常驯服，麻痹渡边人，这样我们就有机会。现在我把这几天搜集的情报向大家说一下，一定要记在心里。王三，现在的月亮岛上一共有劳工上千名，男性劳工700多名，女性劳工200多名。现在在我们东面的是男监舍，一共250间，西面是女监舍50间。每层牢房呈山字形结构，看守台设于圆心，牢房呈线状，朝3个方向辐射，每个方向是25个监舍，也就是说，一个看守以无死角监视80个监区。这样的设计非常利于看守以最少的人数监视最多的囚犯。牢房的任何一层都安装了一道铁闸门，看守是3班制，每8个小时轮换一次，一共有120名看守，12名看守长。你看，每当月光照到这个记号的时候，所有的看守都会同时换岗。现在每一层都安装了铁闸门，渡边人已经用电把这些铁闸门联系在一起，也就是说，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，任何一名看守只要按下电钮，所有的铁闸门都会在5秒之内同时关闭。另外，在岛的外面有3支巡逻队，每一支都有25名装备精良的卫兵。在岛的周围还有6个看守塔，每一个看守塔上面都有一挺歪把子机枪，火力强大。他们的交叉火力可以覆盖全岛，完全没有死角。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一个逃狱的兄弟能逃过这6挺机枪的交叉火力。本来，监狱的南口是通向岛边的唯一出口，可是渡边人在给劳工放风的同时，又在南面增加了一道街垒，上面有一挺机枪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南口相当于一道透明的墙，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缝隙。我想，到现在为止，应该没有一个人能越过那堵墙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要找到整所监狱最薄弱的地方，然后想办法击破它，这样越狱计划才可以一举成功。我说的这些，大家都记住了吗？厉害啊！这些你都是咋个记住的？哎，这不重要。兄弟，你说该怎么做，咱们以后都听你的。对。材料拼接的地方，就是最薄弱的环节。月亮岛就像个由数块材料拼接而成的铁桶，看起来没有漏洞，实际上却藏匿着许多薄弱点。找出它的薄弱点，就能够找到突破口。
29。干啥子嘛？浪费哦！刘爷，哎，兄弟，咱不着急，这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。哎，别烦他了。这么多的劳工，如何摆脱交叉火力网得以突围呢？月亮岛的薄弱环节到底在哪里？上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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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他们几个都叫起来。啊，哎，来，来，过来。啊，兄弟们，我最近犯了一个错误，我老想着怎么出去，可我忽略了一点，风暴的中心是最平静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想，月亮岛最强大的地方在哪里？是那6挺机枪组成的交叉火力网。没错，就是那6挺机枪。如果我们让这6挺机枪应接不暇，是不是就在无形之中推倒了这堵墙？老子是从枪林弹雨里出来的，我知道那6挺机枪意味着什么。他们怎么会应接不暇？除非调转枪口。要的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的想法。想要调转枪口，除非想办法吸引他们的火力。没错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吸引他们的火力，然后枪口对准。比方说，调到江边，那么我们就等于把这座监狱撕开了一道口子。可是拿什么吸引？鬼子又不傻。如果在月亮岛外有人攻击，那岛上的机枪是不是得调转枪口去阻挡外援的进攻？这个时候，所有的劳工就会有机会冲破封锁线，
而我们劳工的数量是他们看守的10倍。只要我们速度够快，一举突破，我相信一定会有机会。谁能够在外面给咱们做外援呢？我们计划的第一步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跟外界取得联络。那可难了。这月亮岛别说是人了，就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，怎么跟外界联络呢？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但这个计划非常冒险。兄弟们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月亮岛的漏洞了。真的？在哪儿？漏洞在哪儿啊？你真的打算这么干？对，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想到的办法。这不是在跟小日本玩过家家呀，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，关乎到几百条人命啊！正是因为关乎到几百条人命，我必须冒这个险。反正我觉得行不通。上校，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行不通啊？就算是1/1000的机会，我也要尝试一下。反正我是不同意。兄弟们，干不干？干！不过，我还是有点担心。你这人咋总泼冷水？这时候有人泼点冷水没什么坏处。穿山甲，你说？我们要从医务室突破，首先就得进医务室。一个人可以装病什么的，可咱们这么多人，啊，怎么进？我告诉你吧，这都不算问题。我早就想好了，只要时机一到，兄弟们，咱们就能给他冲出去了。上校，这件事情虽然有危险，但是我们必须试一试。如果我们放弃，那岛上几百号的兄弟怎么办？你让他们白白等死吗？但这个女医生真的能相信吗？万一她反过来咬我们一口，出卖我们，我们岂不就全完了？这话有道理。不管怎么说，那个女医生是鬼子的人，咱把身家性命都交到她手上，我看有点悬。哎，我说刘爷，我相信你那脑袋瓜子比我得好几百倍了，但是这个事儿，我看还是慎重考虑考虑啊。考虑考虑。大伙儿放心吧，我已经想好了。第一，接触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觉得他很有同情心。